你以为的少林功夫，其实早就失传了。你现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飞檐走壁，说白了是纯正的苏联体操。先别急着反驳，看完今天这短短几分钟，你不仅会彻底颠覆对中国传统武术的认知，我还会带你扒开少林寺方丈施永信的争议外衣，看清一个被骂了10几年的花和尚究竟是怎么单枪匹马把少林文化从死神手里抢。事情的真相非常反，1949年以后，带有实战杀伤力的传统武术几乎被连根拔起。那时候比赛出了人命，一纸命令下来，实战武术全被贴上了野蛮粗暴的标签，直接封禁。为了保留武术的壳子，我们硬生生拿苏联体操的那套评分标准套在了武术动作上编排。所以现在的武术套路可以说是地道的苏联出品。等到了那10年特殊时期，和尚成了要被打倒改造的对象，寺庙被砸，传承撤。到了80年代，名震天下的少林寺其实早就破败不堪，整个庙里连方丈在内一共就9个人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谁还有力气练功？当年拍电影《少林寺》的时候，武术指导去实地一看，直接傻眼，哪还有什么绝世武功，全靠动作指导现场一通瞎编，才有了荧幕上的少林绝技。但真正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点来了，一个快要断绝香火的破庙是怎么变成今天全球开办130多家武馆，疯狂对外输出文化的超级帝国的？这就不得不提那个被全网群嘲的男人释永信。大家都在骂他过度商业化，骂他6个，但在我这个习武之人看来，没有释永信的唯利是图，就没有今天重见天日的少林功夫。现在的少林功夫不是传承下来的，而是靠着他极具野心的商业运作硬生生修复出。如果他只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天天敲木鱼的老和尚，这块中华文化的金字招牌早就彻底死透了。